大家好，我是邱平，我还在河南新乡。河南这个地方历史文化是真的太深厚了，保留下来的人文古迹非常多。大家如果来河南的话，想把这些人文古迹全部走完的话，估计呢几个月都走不出河南省。今天我们来的这个地方是叫做陈桥驿，就是我们非常熟悉发生陈桥兵变的这个地方。在1000多年前，赵匡胤在这一块被众将黄袍加身，当上了皇帝，开创了北宋王朝。今天我们就来这个地方了解一下当年这段故事，并且呢，在这里还能看到当年赵匡胤黄袍加身处，现在有一块碑在那里啊，等一下我们能看得到。陈桥驿是在河南新乡封丘县的东南部，离开封很近的，就隔一条黄河。这个陈桥始建于5代，后继时已经有村落。相传呢，当时有一座小桥年久失修，有一个陈姓的人捐资修复，故名呢叫做陈桥。后周时期呢，这边已经成了一个驿站，叫做陈桥驿。在公元960年，当时的后周朝廷接到北方紧急军情，说契丹与北汉入侵，群臣呢不便虚实，命令大将赵匡胤率军出征。赵匡胤当时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天色已晚，命令各营安在下灶，就准备做饭。一时间呢，陈桥驿四周筑起了千百座营盘，十分威风。当晚呢，赵匡胤的弟弟和赵普等人密谋策划发动兵变，众将呢以黄袍加在赵匡胤身上，拥立他为皇帝。这就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陈桥兵变。赵匡胤黄袍加身，这样的话就等于是创立了大宋王朝，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北宋。这里就是陈桥驿，现在是一个景区，也可以称之为是一个庙吧。在1000年前，赵匡胤呢就是在这里发动了兵变。陈桥驿这里有副对联：陈桥兵变，奠宋代基业，黄袍加身，定赵氏乾坤。等于是这一副对联总结了陈桥兵变。现在我们准备进去，他这边是收门票的，10块钱。已经进来了，不知道能不能找到赵匡胤当时是在哪个地方黄袍加身的，因为我们看影视剧可以看得到，当时呢他是在军营里面被黄袍加身的。如果这一块属于的话，那么这里就属于他的中军大帐，应该是能找到，因为我在外面看到了写了一个赵匡胤黄袍加身处，这应该是赵壁呢。现在这里是属于一个庙啊。那么我们就先来介绍一下赵匡胤这个人，以及为什么会有这个陈桥兵变。中国封建社会有很多大统一的王朝，比较代表性的是汉唐，特别是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不过呢，再强盛的王朝也有衰落的一天。到了公元907年，唐朝灭亡，当时的一个梁王接受了禅让，建立后梁，定都开封府，占据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这就标志着5代十国的开始。5代十国是从公元907年到公元979年，是中国历史上一段大分裂时期。很多人可能听说过魏晋南北朝，没有听过5代十国，主要可能是魏晋南北朝呢更有名，它时间更长。那个时期有一个三国嘛，5代十国呢，从字面意思上可以得出，在当时的中原地区出现了5个政权，十国呢相当于是南方的一些政权，当时完全属于一个战乱的时期。今天你打我，明天我打你，今天换一个政权，明天换一个政权，就是换来换去。最后呢，是在赵匡胤建立了北宋，从而结束了5代十国分裂的局面。在当时5代有后梁、后唐、后继、后汉、后周。赵匡胤呢是当时后周的一个将领。赵匡胤这个人呢，是5代至北宋初年的军事家、政治家、战略家，宋朝的开国皇帝。他呢也算是贵族出身，并不是普通的人出身呢。在中国封建社会，大的王朝
算是白手起家的皇帝就是刘邦和朱元璋。刘邦稍微地位还比朱元璋高一点点，而在五代十国那个时期的皇帝，开国皇帝基本都是那些军阀出身的。赵匡胤是公元927年出生，去世于公元976年。赵匡胤少年时期呢，个性骄横，爱打抱不平，嫉恶如仇，惹了不少麻烦。在18岁的时候，赵匡胤结婚了，后面呢就寻求建功立业的机会，离家出走，投奔了当时后汉的一个将军郭威。由于呢他读了很多书，又聪明，军事能力比较强，就慢慢的升迁。特别是在后周柴龙在位的时候，跟随皇帝南征北战，攻打北汉南唐，赵匡胤的军事才能呢就发挥出来了，相当于是战功卓著。特别是柴龙病重的时候，升赵匡胤呢为禁军统帅，相当于呢就是掌握了军权。到了公元959年，柴龙去世，由他的儿子继位，不过年纪很小，6岁还是7岁，那个时期肯定是不能管理国家。赵匡胤呢作为军事统帅，他手下呢也有一帮人，也有一帮跟他出生入死的兄弟一样。那么他本身经历了五代十国这么多战乱，他也看到了皇帝经常换，谁掌握了兵权就可以当皇帝。在那个时期呢，赵匡胤是一个有理想的人，他觉得这么小的小孩子肯定管理不好一个国家，我又掌握兵权，那还不如皇帝由我来做，我去管理这个天下。因为当时后周经过柴龙的建设发展，已经非常强大了，已经有统一天下的那种苗头了。这个时候呢，没有人能够压制赵匡胤，他就觉得那就我自己来了。最终呢，在公元960年，他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当上了皇帝，从而创建了大宋王朝，我们称之为北宋，是北宋的开国皇帝，历史上称他为宋太祖。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建筑，这一块现在是庙宇，里面呢有一些关于赵匡胤人生的一些故事，特别是在这个院落啊，有一棵老槐树，有1000多年，据说呢是当时赵匡胤拴马的地方。那么相当于我们现在站的这个院子这一块，当时是赵匡胤中军大帐，也就是他在这里生活，在这里指挥的地方。同时呢，当时黄袍加身也是在这一块。当然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马是仿造的，这棵树还是真的，已经有1000年多年的历史了。找到了宋太祖黄袍加身处，就是在这个地方，在公元960年，赵匡胤在这个地方被他的将士披上黄袍，开创了大宋江山。反正一直有一种说法是他的将士为他披上黄袍，其实真正来讲，这个肯定是赵匡胤自己知道的，他有这个心思的，然后他也暗示了，或者是说他众将士在商量这个事情的时候，赵匡胤是当着不知道的，因为作为一个将军，他不可能不知道手下的这些事情嘛。从而说赵匡胤是突然被将士黄袍加身，我有点是不可信的，他肯定是知道的，只是说顺嘴推舟。看看这几个字，宋太祖黄袍加身处，当年就是在这个地方，这一块当时还是属于军营啊。赵匡胤登上皇帝，他主要的事情是做了哪一些？第一是中央集权，在中央设立参知政事、枢密使、三司使，削弱和分割宰相的权力，实行军政、民政和财政的三权分立。第二呢是重用文人，通过科举改革、优待士人等一系列的举措，涌现出一大批的词人、书法家、画家、史学家、理学家，使北宋成为中国历史上科技最发达、文化最昌盛、艺术最繁荣的朝代之一。有一项非常大的举措，就是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因为当时他亲自经历了五代十国那种混乱的局面，只要掌握兵权的那个人，基本上
到后面呢会造反，就算他不造反，他手下的人也会簇拥着他去造反，就像赵匡胤自己是一样的。所以他为了把军权集中到手上，就有一个杯酒释兵权，把军权全部收回来了。这个在历史上是非常有名的，就是不流血的解除了将士的兵权。还有一点是大力发展经济，使得北宋时期可以称得上是我们封建社会经济最繁荣的时期，使得社会得到了比较大的发展。当然，这一系举措只是我们简单的描述了一下，实际来讲，当时他还是做了很多事情。说到北宋王朝，很多人对他是又爱又恨。爱的话是由于北宋王朝当时经济算是比较发达，老百姓的生活水平相比其他封建王朝算是好了挺多，就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大家对他的恨主要由于北宋王朝重文轻武，对周边比较软弱。北宋其实不算是一个大一统的政权，南宋就更不是了。主要是由于北宋当时周边还有其他的政权，契丹、西夏、吐蕃、大理等等。那么在当时，北宋王朝呢，它对周边这些国家如果发生战役的话，基本上都是退让、赔款、称臣。你像当时和西夏和契丹都是如此，从而大家对他真的有点感觉不争气一样。经济实力那么强大，对外军事却是一塌糊涂，并不是他们没有大的将领、出色的将领，也有，只是说当时北宋上面的皇帝和当时文官集团对外这个都是有一点点软弱的。还有一点，如果是作为文官来讲的话，他们还是比较喜欢北宋王朝的。在北宋之前，封建王朝基本上是皇帝独享，或者是皇帝和门阀士族共治天下。而到了北宋时期，是皇帝和文官，就是说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因为那些门阀士族经过唐朝末年黄巢起义杀了一遍，后来一经过五代十国那些战乱，基本上就退出历史舞台了。到了北宋时期，像赵匡胤呢，他重文轻武，他当时说了，宰相是要由读书人来担任，从而呢，就算是开创了这个例子。中国科举制真正来讲，开始猛烈发展是在北宋时期，基本上那些文官呢，都是通过科举考试上来的。那么在当时，北宋实行的政策是重文轻武，那么文官在朝廷上是占据了绝大的说话权。从前面两代皇帝之后，当时宋朝的皇帝经常拿文官是无可奈何的。有时候你皇帝要做的一件事情，文官反对，皇帝都做不了。从而在这里就是说，文官是比较喜欢北宋的。到了明朝的时候，朱元璋这个人呢，想独享权力，让他朱家呢统治这个大明帝国。而当时的文官呢，继续想与宋朝一样，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朱元璋不同意嘛，在明朝初年呢，就发生了很多事情，特别是朱元璋废除了丞相，他大权独揽。结果朱元璋万万没有想到，他后面的帝王啊压不住文官集团，导致明王朝从中后期或者说建国大概50、60年之后，就开始出现文官一家独大的情况了。你像明朝很多皇帝莫名其妙的死亡，在有一些资料就是说，这个很有可能是文官的造成的这种局面。在中国封建史上，北宋和明朝可以称得上是文官势力最强大的。就是皇帝的旨意如果没有那些文官的同意，他都出不了他的皇宫。可以想象当时文官的势力之大。当然这个是我们题外话了。后面最后这栋建筑应该是有关于北宋时期他们的一些介绍，这里面全是北宋皇帝的一些塑像，中间的肯定是赵匡胤了。作为开国皇帝，赵匡胤还是比较仁义的。你像中国历史上很多皇帝喜欢杀功臣，
而赵匡胤没有。你像杯酒释兵权，他只是把那些武将的兵权收回来了，他们的待遇荣华富贵没有减少，一直给他们。还有一点呢，像末代皇帝一般都会被后面的皇帝杀害，而当时后周皇帝呢退位之后，赵匡胤没有杀他们，很多大臣要求赵匡胤把他杀了，赵匡胤就没有。他说：“我现在已经把人家柴家的皇位抢走了，倘若再把人家的孤儿寡母杀了的话，一定会遭到天谴。”这个时候呢，他反而对柴家人很照顾。很多年之后，柴家的祖孙呢，在宋朝还享有很多特权，特别是赵匡胤还留下了遗训：柴氏祖孙有罪不得加刑，纵使谋逆也只能在狱中赐禁，不能拉到刑场上去，也不得连坐。宋朝后面的皇帝基本都遵守了这个遗训。总体来说，赵匡胤这个人还是挺不错的。陈桥驿我们就差不多看完了。在1000多年前，赵匡胤在这个地方黄袍加身，反正我觉得肯定是有预谋的，并不是不知情。这个陈桥兵变呢，也算是改变历史走向的一个大事件。现在呢，我们基本上能看到的就是一块碑和一棵树。不过呢，这里也算是历史的见证。那这个视频我们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大家，我们下个视频再见。